人类的属性总是惊人的相似。80年前的意大利乡村，他们也会在过节的时候杀上一头肥猪来犒劳这辛苦劳作的一年。就在肉还没有吃上的时候，农场主的管家就跑来收税，以及催促他们上缴收获的粮食。那时候，土地只掌握在少部分的富人手里，普通人只能租种农场主的土地来勉强维持温饱。大院里的4户家庭都郑重其事地把要上交的粮食装上马车，亲自送往镇里的农场主家里。农场主平日里深居简出，喜欢躲在深宅大院里欣赏高雅的歌剧唱片，家中一应大小事务都交由管家处理。对他而言，掌握租子的数量就足够了。为了少交点粮食，精明的佃农奥古斯总能想到办法。半路上，他悄悄抱起几块石头，将石头塞到马车底下，在随车过磅时，他的办法总能奏效。为了让家人的碗里多一点口粮，农民的智慧往往都是被生活所逼。卸完货的农民就像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。农场主房子里高雅的歌剧声引得这些庄稼汉驻足静听。回到院子里，4户租住在这里的家庭难得轻松地哼着歌谣，相互帮忙处理着所剩无几的玉米。巴蒂一家已经有了2个孩子，可在他老婆的肚子里，他们的第3个孩子即将出生。7岁的大儿子也成了他的小帮手。神父多次告诉巴蒂，小男孩已经到了该上学的年龄。巴蒂拗不过对方身份高贵，他和妻子最终还是决定将儿子送去镇上的学校接受教育。寡妇罗拉家里，她的丈夫病逝不到1年，给她留下了6个孩子。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，罗拉在农忙之余还要帮富人或者旅店清洗床来贴补家用。2个年幼的女儿负责去到镇上收集被单，他们能熟练地找到每一家客户，然后把被单装进独轮车里，再步行1个小时将被单运回村里。遇到小水坑的时候，姐姐总是暖心地让妹妹坐到车里。半路由于小路颠簸，小车翻车的状况时常也会发生。无论严寒酷暑，在村口的小河边上，一年四季都能看见罗拉佝偻的身影。他的大儿子里奥15岁，被好心的磨坊老板留下当了帮工。工作忙时，2个年幼的孩子也只能陪着待在河边。庆幸的是，在他们的家中还有一个慈祥能干的爷爷巴乔。他虽然年近70，但那些租来的土地大部分都由他在打理。18岁的艾玛是桑尼家的独生女，她在镇子里染坊里工作。她青春靓丽，乖巧懂事，一有空就帮父母干些农活。由于人口较少，每天消耗的粮食不多，他们家也是院里过得相对轻松的一户。而那个总是往公粮里加石头的奥古斯蒂，他拥有一个大家庭，祖孙3代加在一起有10多个人。贫困的生活重担早就把奥古斯调教得越发的精明与刻薄。对待大儿子贝托，他是横挑鼻子竖挑眼，怎么看都觉得不顺眼，稍不顺心他就会就连打带骂。贝托的性子随着年龄增长，他也变得非常的有主见，总爱跟老父亲对抗，因此院子里时常传来他们一家的吵闹声。邻居们早已见怪不怪。巴蒂非常疼爱大儿子，他为儿子洗了个澡，因为明天就是开学的日子。贤惠的妻子不顾笨重的身体，连夜为儿子缝好了新书包。第2天刚一亮，巴蒂目送儿子出门上学，他们还是希望儿子能通过学习来改变这贫穷的生活。邻村的青年加布里早就看上了艾玛，在艾玛下班回家的路上，他一路跟随在艾玛的身后。艾玛其实也知道了他的心意，对于这个青年，艾玛也有些许好感。在加布里勇敢又笨拙的表白后，艾玛也含蓄地表示了接受。晚上，几家人围坐在一起拉家常，加布里也决定前来亮个相，以期征得女方家人的同意。在院子门口筹措半天后，他和他的父亲走了进去。艾玛的父亲就示意老伴，老夫人只看了一眼，就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满意表情。从其他妇女的眼神中，也能看出加布里得到了认可。艾玛瞥见加布里小心翼翼的腼腆模样，掩饰不住内心的欣喜。就在此时，远处传来一阵悦耳的风笛演奏，把大家都吸引到了外面。音乐声是从农场主的家里传来，他们静静地听说妇人们的欢乐。每年到了12月份，农场主家里夜夜笙歌，一直会持续到圣诞节那晚。天空飘下来细小的雪米，巴乔告诉小孙女，下雪对庄稼生长是有利。半夜，天上果然下起了雪。巴乔老爷唯恐吵醒儿媳妇和孙子们，他小心地穿上衣服，但还是被儿罗拉发现。老人告诉罗拉，他要趁着下雪，把早已收集的积分撒到自家的菜地保暖，这样就能保证来年的番茄能比别人家的更早上市，就可以多卖出好价钱。老人家为了一家人的生计，也是操碎了心。巴乔老爷已经很老了，但孙辈们还未长大，他少睡点觉又何妨？最重要的是保证后辈们能够吃饱穿暖。给番茄地里施好肥后，果然田地就被大雪覆盖。圣诞节越来越近了，
劳累了一年的4家人终于稍微闲暇下来，大家聚在一起，眉开眼笑地聊着天。日子虽然贫穷，但他们非常的穷开心。巴蒂即兴表演了一段顺口溜，就把大伙逗乐得前仰后合。为了快快乐乐地过一个圣诞，他们将联合喂养了1年的肥猪从圈里赶了出来。每年也只有这样的时刻，他们才看得见一点肉，才能吃上一口油的食物。客管家还是循着声音赶来，因为猪仔是在农场主那里得来的。每年杀猪的时候，农场主还要向他们收取一定费用的杀猪费。巴蒂的妻子临盆在即，他心疼大儿子衣裳单薄，还得每天去镇里上学。他想给大儿子买一块布料，制作一件保暖的棉衣，但巴蒂不要把钱浪费掉，他认为要把仅有的钱用在请接生婆上。可妻子却说，隔壁的女人们就能帮助他生产，没必要请医生。神父看到零下10度的天气里，寡妇罗拉整天泡在冰冷的河水里，看上去非常的不易。仁慈的神父同情罗拉的遭遇，他已经在修道院里为他们家申请了2个名额，罗拉可以把家中最小的2个孩子送去修道院里抚养。罗拉理解是出于好心，但她说她需要与大儿子商量。晚上大儿子里奥从磨坊工作归来，罗拉在餐桌上跟他说了这件事。里奥虽然只有15岁，但他的心智成熟。他分析了家中的情况，2个大一点的妹妹很快也能去纺纱厂工作，那样他们的家庭负担会更轻。他表示自己可以加班加点，就算再苦再累，也要保证家庭成员的完整。他坚持拒绝把弟妹们送走。就在这时，罗拉家里即将迎来了一场大灾难。丈夫生前买下的那头牛忽然间就不吃不喝不起来，公公认为事态严重，就让孙子去镇里请来了兽医。兽医凭经验就认为牛活不了，他建议赶紧杀牛卖肉，尽量多的挽回损失。送走兽医后，罗拉魂不守舍，再也无心工作。她拎起一个瓶子就出了门，穿过田野，径直去了一处僻静的基督堂。在神像面前，她虔诚祷告，希望基督垂怜。随后她去到门前的小溪里，灌满了1瓶水带回了家，并亲自把水喂进了牛的嘴里。罗拉热切的希望从基督那里求来的圣水能让家里的牛恢复健康。他们没有杀掉老牛，而是静静地等待着。另一边，艾玛从纺织厂下班回来，加布里又来找她。他非常渴望得到艾玛的吻。艾玛虽然已经认可了加布里，但她还是理智地表示，结婚前她必须保持绝对的清白，这样的事她不能答应。几天后，每月来1次的商贩再次来到了大院，女人们纷纷围了上去，为家里购买一些日用品以及针线之类的必需品。艾玛的母亲也想给艾玛买一块棉布，为她缝制一件嫁衣。去镇上办事的奥古斯在人群中，他意外发现地上躺着1枚金币，他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，将金币踩入脚底，然后谨慎地弯腰收入囊中。对于这笔意外之财，他兴奋地朝家中飞奔而去。一生精明的奥古斯唯恐飞来的横财被大家知晓，他决定先不把金币带回家。他细细地欣赏了一番后，就把金币葬进了马掌的空隙里，最后再用泥巴封盖。他认为这样谁也发现不了这个金币。第2天下午，当巴蒂去地里干活回家时，他发现妻子已经在邻居的帮助下为自己生下了小儿子。望着咕咕啼哭的小生命，巴蒂心情复杂，他既开心又发愁，又多了一张嘴，自己该如何养活？妻子安慰他，每一个天使来到人间时，上帝都为他们随身准备了一捆粮食，不用担心。大儿子放学时，他的一只鞋底炸开，聪明的男孩从腰上解下麻绳，捆了几圈就穿着回家。泥泞不堪的回家路，他走了比平时多几倍的时间。巴蒂认为儿子的破鞋勉强修好以后还是会再次裂开，不如找块好木料。于是趁着天黑的时候独自去了田野，在沟渠边选择了一棵较小的法国梧桐，3下5除2就砍下了一截。对留下的树干他做了简单的隐藏，最后还不忘在剩余的树桩顶部盖上泥土，来年还可以继续抽枝发芽。巴蒂扛着一截树干悄悄地回到了家，等妻子和儿女睡着后，他尽量不弄出声响，一个人在柴房里鼓弄到了半夜，终于为儿子做出了一只新的鞋底。巴乔老人的番茄苗长出来了，他带着孙女把这些幼苗种到了靠近马季墙根的菜地里。老人向小孙女解释说，墙根太阳的热量能使番茄加速成长顺利，他们的番茄会结得又大又多，最重要的是还会比别人家提前上市。早春总有一段青黄不接的时间，勤劳的主妇们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去到田野里挖野菜，补贴一家人的口粮。孩子们永远是快乐的，他们也有自己的独轮车。巴乔带着孙辈们用木棒敲击着铁皮走向田野，他们用传统的仪式赶走冬天，迎接春天的到来。惦记了好多天的金币的奥古斯认为有必要把那枚金币拿出来了，可当他抬起马掌的时候，
金币早已不知去向。突然的变故导致奥古斯神经错乱，他开始对着马破口大骂，就像他平常骂他的儿子那样。马也有他的个性，他感觉受到了不公正对待，他也瞬间暴起，追着奥古斯就要撕咬。奥古斯慌不择路逃进了马厩，马儿丝毫不退却，拉着马车就往里钻。若不是被马车卡在门口，他一定会冲进去教奥古斯如何做人。邻居们从四面赶来，好不容易才控制住了马。奥古斯却胡话连篇，妻子认为他中了邪，就让小儿子请来了巫婆。神经兮兮的巫婆拿着道具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对着躺在床上的奥古斯扇风。天气温暖起来了，春暖花开之际，罗拉家的老牛奇迹般的好了起来，农夫们也开始在田间忙碌起来。来年的口粮就在他们的脚下，他们丝毫不敢松懈。加布里也终于带着他的父母来到村中迎接艾玛，但罗拉告诉他们，在抵达教堂前，新娘不宜与丈夫见面。男方父母虽不情愿，但也只好遵从他们，先行去了教堂。今天巴蒂是证婚人，艾玛和父母会坐他的马车前往。待嫁的女儿即将成为别人家的人，对母亲来说总是很心酸。在教堂里，神父主持了婚礼，告诉两个新人，他们还必须去趟米兰，接受圣母玛利亚的祝福。婚礼刚刚结束，加布里和艾玛一路坐船到了米兰，在修道院圣女们的祝福下，他们完成了最终的结婚典礼。修道院的院长正是艾玛的姨妈，她为了给外甥女实实在在的祝福，她从孤儿院里抱来了一男孩，并建议让他们小夫妻收养。因为对于一个贫困的家庭来说，收养一个孩子，教会每年2次对收养家庭提供可观的金钱补助，一直要到孩子年满15岁，而15岁以后的男孩已经是农户家中的大劳动力了。所以这种收养对家庭和社会来说都是非常人道做法。可爱的孩子在艾玛的怀中显得非常的乖巧懂事。这一刻，艾玛已经从一个少女转变成了慈爱的母亲。巴乔老人种植的番茄如同他预想的那样提早成熟，果实个大有高产。他摘了满满一篮去震怒，路人看到后无不惊叹，还没等到老人叫卖，就被一个熟识的餐厅老板全部收购。春种刚下地，一向深居简出的农场主竟然驾着马车来到田园，他一眼就发现了那棵被砍伐的梧桐树。对于天地无数、粮仓堆满的农场主来说，一棵树并不会给他带去任何损失，但对于农民，那是他们可以传许多年的鞋底。当天下午，农场管家就开始多方调查砍伐树木的破坏者。巴乔老人卖完番茄到家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了院子里的异样氛围。罗拉告诉他，巴蒂砍树为儿子制作木履鞋的事情被农场主知道了。农场主决定收回巴蒂租种的土地，并要将巴蒂一家赶出了农庄。天黑之前，执行官就先行运走了巴蒂家的牲口。院子里的其他3家都为巴蒂的遭遇感到难过，但他们也无能为力，只能默默地看着巴蒂一家坐着马车消失在夜色中。在那个时代，穷人没有土地，没有屋基，他们一出生就颠沛流离，靠租种富人家的土地为生。为了不得罪农场主，其他3家人并不敢出门送行，他们纷纷躲在窗户后面，默默地为巴蒂祈祷，希望他们一家能有一个更好的落脚处。在这部看似平淡的电影中，深刻描述了19世纪末意大利底层佃农的真实生活。没有起伏跌宕的情节，但这些人间烟火就是真实的生活。穷人的苦在不经意间展现得淋漓尽致，农场主的贪婪和冷漠也在一个场景里被深刻描绘出来。有些镜头也仿佛看到了我们的过去，